这个现在是比较限制级的了，这集推荐大家晚上听。大家好，我们是海豹电台，我是天怡，我是依兰。今天呢，想跟大家聊一个非常劲爆的话题啊！我想聊，我们起的名字叫做“结婚以后还能谈恋爱吗？”你干嘛说这么小声？怕老公听见。因为最近呢，就是我在看那个《机智的医生生活》，不知道依兰知不知道这个韩国的电视剧？我有看，但我没有你看那么多。是，然后因为我很喜欢《请回答1988》，它是同一个导演，然后它是一个群像剧，就是里面有很多人嘛。然后昨天我在看的时候呢，就里面演到了其中一对 CP。然后呢，在告白，你知道吗？就是那种你母校了，对吧？哎呀妈呀！我在床上就这样子，就是那个可爱的小医生张冬天，然后他一直暗恋那个儿科医生那个教授，然后呢，他就想跟那个教授告白，就那段告白的戏，把我看的就是心潮澎湃呀。是的。然后我就突然在想这个问题，当然我们现在跟老公关系也非常好，感情很深厚。但是跟我们年轻的时候那种暧昧、小懵懂那种感觉，好像真的好远了。我们只能在电视剧里体会了吗？是，感觉就只能在电视剧里体会了。但是吧，就这一部分还挺让人怀念的。你怀念吗？我突然想到前两天不是有个新闻，然后就是有一个视频，然后一个女的她在后面偷拍她老公在网上跟人聊天，然后那个是吗？啊，没有，就是那个情绪变化，然后说我老公可能是谈恋爱了。你记得吧？那个，对，好像有。我之前在小红书上好像看过一个，就是说她老公回来以后特别不高兴，然后在那儿摔东西打椅子，然后她就说：“哎呀，我老公好像谈恋爱了。”对，是失恋了吧？这是人家说就是，比如说，如果他平常本来就是比较邋遢，没太注意形象，突然有一阵开始孔雀开屏了，谈恋爱了，哎，然后过一阵，哎，又开始沮丧了，失恋了。哎呀，是我。就出轨了吧？这是对，为什么我们想聊这个话题哈？我就突然想起来，这个我们的已婚的男性和女性，我们怎么解决自己情感需求的问题？哎，我们之前说聊那个叫什么？女人越优秀，男人越出轨，是不好聊，因为感觉好像挺挑战的。我觉得这才挑战呢。我的一个好朋友，一个好的姐姐，我说结婚以后你还会不会爱上别人什么之类的？她说她老公怎么回答？她老公说结婚以后，她说我只结婚了，我不是死了。我就觉得这句话特别好。其实说实在的啊，这期老公们别听吧，先。就是我觉得有的东西。就是婚姻这个东西是有一点点反人性，说实话，就是你要求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永远保持一个荷尔蒙上的那种热度和高度，其实是很不可能的，就对，非常难，对双方要求都很高。对，我20岁的时候问过我妈一个问题，20岁才敢问，我说两个人怎么可能？那时候你看我20岁嘛，我爸我妈就结婚20年，其实也不是，现在看起来也不是很长啊。然后我在想说，我说两个人怎么可能在一起20年还不腻呢？对，我当时真的很好奇。你妈怎么回答的？我妈觉得很好笑，就觉得哎呦，好像女儿长大了会问出这种问题。然后她说问题没有，她没有，她说我们现在就是好朋友。哦，是很明确。然后哎，我觉得这个定义很好。哎，那不但是朋友还是好朋友。那我就有一个问题了，就是说我们这一块的需求，它会继续存在，并且需要得到满足呢，还是说它慢慢的会转化为别的？就比如说我们年轻的时候可能就想谈恋爱，就享受那种若即若离呀，那种荷尔蒙冲动啊，哎，对，就纯荷尔蒙那种。但是到后面我们有了家庭，结婚了，有了孩子，然后慢慢的我们是不是这块就没了，就变成说想找一个好朋友，想找一个相处舒服的人，就这块就能够填补或者说满足我们所有的这块的需求。我觉得不能，就是深度的这种亲密，然后那种就是心中那个小悸动，然后包括你对异性的欣赏，我觉得这个是不会停止的，是吧？所以我觉得那句话很好，就是我只结婚了，我不是死了，我不可能说我看到一个很漂亮的姑娘，或者是我很喜欢类型的男士，我完全无动于衷，怎么可能呢？但人是有独占性的呀，双方同步是很难的。就是比如说我现在爱上了别人，但是我老公可能还爱着我呢，那他不就难过了吗？但是你要说我真的去出轨，
我觉得好像各方面来说也是不太可能的。我就觉得没有出轨这件事儿，就不然的话，我的意思是指的是说，如果我们谈爱情，就不要谈出轨。就是如果你真的你结婚以后，你确确实实的爱上另一个人了，不仅仅是那种什么生理层面的，我就真的爱上别人了，那么就请你去尊重你的婚姻生活，那么你去跟你的伴侣去谈，你说我真的爱上别人了。你结婚以后是很有可能，你可能还是会真的就彻底爱上另外一个人的。如果真的是你我爱他，我不爱你了，那请你跟我说清楚。咱总结一下，第一，这种对于情感的两性情感的需求，其实即使我们结婚了也不会消失，它依然是等待着被满足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如果你把这个需求只放在一个人身上，其实有的时候可能没有办法完全达到满足，就算再爱，两个人再爱，可能都没有办法完全。然后所以呢，第三，我们就想到有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一些虚拟的，比如说看电视、看剧、看书、看漫画，然后来满足一下自己对于这种甜的、吃糖的、磕的这种需求，是吧？然后也是间接的满足了这方面的情感。然后最后一种呢，我觉得就是比较禁忌的一个话题了，就是当你对生活中的人真的产生那个对，而且不是说爱上了。对，这是第四点，就是说你真的爱上了，你离婚，对重组家庭，这是另一种。咱就说可能前面走错了，不是错点鸳鸯了，那么这真爱在这儿，这是另一种事儿。但是你有的时候就是你有点火花了暧昧，然后或者是那种冲动，是吧？我觉得这个是普通人最常遇到的。对，女性不表述，但并不等于没有，不等于没有。男性就更别说了啊。对，男人就经常吧。就是我就觉得这个是对我们来说比较大的一种挑战。这个点其实很重要，你要区分哦，爱情跟未被满足性冲动是两件事儿。我觉得大部分时候很多老房子着火就是后面这个，是的，对，他只是就是冲动，是冲动，你知道吗？所以他就是迷恋那种感觉，就是尤其是有的时候还没得着的时候，那种拉扯呀、牵绊呀、拉丝儿啊，然后包括比如说。我也看过很多类似这种案例啊，就是比如说咱们不说男性啊，就比如女性，也像是《昼颜》之类的那个电影，对吧？就他真的是没忍住，然后真的这个尝试了，然后就觉得哇太好了，带给我前所未有的感受。但是我觉得这个经常会出现在，比如说女性她可能婚前的这种恋爱史太短了，太单一了，或者是说她在婚内在某些方面压抑的比较多，她一旦释放就觉得天哪，那我觉得有时候那个就是个假象。对，我觉得咱们聊这个话题的时候，应该先撇开男人不提。好的，不然太复杂了。太复杂了，因为男人这个东西有时候说起来又有点不太想原谅他们，你知道吗？就是咱就说女人这一块儿，就你说昼颜这个例子，我觉得很好，因为那个电视剧我看了，就是他最后这一段关系也给他带来很多痛苦，是，就并不是像我们想象那样很爽，就是哎呀尝了一口，打了个野食啊怎么样？但他其实走心了。女性就真的更容易这样，她容易走心，你知道吗？就是一开始的时候一点小火花，然后后来在这拉扯过程中，就这拉扯过程，我跟你说，就是我们婚内得不到的，对，因为他有一个若即若离，婚内就太赤裸裸了。婚内的话，你知道他是你老公了，就是这爱不爱的都已经很明确了。但像有的时候吧，我觉得女人是会比较迷恋这种感觉，就包括我看《机智医生生活》，我为什么会觉得这一对特别好呢？就是因为他们一开始的时候一直是处于，你就感觉那个男的好像没把这女的放在眼里，那女的呢就有点特别想知道你到底喜不喜欢我。就这个过程，对，说起来是很俗套的，但他如果拍得好的话，你能感觉到那种悸动、那种猜测，然后小鹿乱撞，一直到真的告白了，然后他接受了你，他上来就亲你，然后你就发现原来他也一直喜欢你的时候，那种满足感，就一直聊到那个情绪高点，释放就觉得很爽，对吧？就是我觉得就跟男人比，与其是肉体接触的那个所谓的climax，但是我觉得女人更追求这一块的这种 climax，就是说那种互相的这种在乎，然后这个东西呢，我觉得婚内就是可能很多时候得不到，对，然后我们就会被这个东西引的，就是会做出一些事后会带来很多麻烦的事儿，就是《昼颜》里的女的是的，就是你会发现最后这个你的情感的这个 climax 过了之后，后续都是麻烦。没错，尤其是就是婚后这种又是妈妈什么这种女性，真的太复杂了。是的，就是你要面对的那种 challenge 就太多了。是。但其实我特别想说的一点是什么？就是咱们
上期不是在谈那个，我说那个莫里斯写的那个裸猿嘛，他不是就在讲所谓这种叫肌肤饥渴症嘛？我就其实挺想提这件事情的，因为其实，在今天，甚至很多婚内的这个女性，其实她的肌肤饥渴症还是很严重的。所以很多时候，别人给你一点甜头，或者你稍微有点这种碰触，你就会啊，就是吧，就不行了。但实际上，我是比较赞同，就是婚后跟老公好好谈恋爱。特别好，这话说的特别好。我觉得这件事情你是要刻意去做的。这期终于老公可以听了。对，因为其实就像刚才说的，你如果你把所有的那种情愫或者你的需求寄托在一个人身上，显然不现实。但是问题是你现在现实里只有这个人，那么你怎么去处理这个事儿？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也许你并没有充分的挖掘他呀。对，你们俩没错，还没谈透呢。哎呀，是的，就即使是比如说之前婚前谈过很多年恋爱的，你婚后以后立马大家就会好像是有意无意的切换到另外一个状态，就是我们彼此那个无底线的就都袒露了，然后没有那些拉扯了。但是其实我觉得恰恰是需要的。哎，我就想到你上次说的不用一个卫生间这个事儿。对，我们一直都是独立房间，然后独立卫生间，就是必须各自在各自的节奏里。然后我们需要约会啊、干嘛的时候，但是我们也很亲密。比如说，我会特意的假设，比如说我们睡前晚安吻，就是所有人互相，就我们几个一家人在一起都要亲亲抱抱这样子。就一开始，其实我先生非常不适应。就是男的嘛，就是但是我就肉吧，对，但是我就发现这个是特别有用，就可能因为我是少数民族嘛，包括我以前生活的这个环境，还有很多这种就不同的民族和文化之间，很多你知道少数民族是非常亲密的。就大家会有非常多的互动的时间，肢体的接触，跳舞，对吧？然后一起唱歌，然后一起就亲亲抱抱，就特别多。然后所以我可能有意无意的，我觉得就家里面这种身体上亲密的仪式感很重要。你看以前我们看外国电影是吧，出门的时候都要拜拜，然后 kiss 一下，就以前觉得肉麻，但你后来发现啊，这个部分在家里很重要，不是我们天天生活在一起，我们就有足够的肢体接触，是，根本就不是。是的。其次就是保留一点神秘感，因为那时候李敖不是说过吗？他跟那个胡因梦结婚以后，他说什么赞美的女神便秘的时候也一样丑之类的。是的，就你渣男讨厌他。对，就是女的听了这个话会特别不适。但是实在讲，就我也不喜欢看别人去上厕所，真的就是有的时候你不是说我们那么亲密无间了，我就可以去。把所有的东西就反正是我觉得是这个跟李敖是两回事儿。就李敖他是这太渣了，对，非常讨厌他。但是我觉得我们说的这个东西呢，是说你保持一个恋爱的状态和感觉，就是适当的拉开一点距离，适当拉开距离，大家都有好处。哎，我是觉得你这种彼此的那个距离，它才能有拉丝儿嘛。你没有距离感，天天贴在一起，你只会腻。是的啊。然后包括我有的时候会就是把我的我的伴侣，你把它稍微抽象一下，你不要去横挑鼻子竖挑眼啊，这个邋遢了，那个不好了，这个细节怎么样了？就是人没有完美的，你自己也是一样，我们在不停的衰老，对吧？我们也有很邋遢的时候，蓬头垢面的时候，但是你把它稍微抽象一点，就是你把它作为一个。男性这个性别来喜欢，把他重新当回一个男人。对，就是说，而不是在家里都抽袜子的人。是这样的，因为这种两性之间的这种吸引，其实永远是有的。而且你既然选了这个人，说明你们其实还是相处的很好的。哎，我觉得我们过多的关注了，就是男性在这一块的需要，其实就老说女人要打扮自己，对吧？然后你要让你的丈夫有新鲜感，不要觉得回来对个黄脸婆，但其实我们女人也不愿意对着啤酒肚哦，当然是一样的，对，只不过我们这一块没人提，我们自己也不好意思说，但它并不代表它不存在。就我觉得这一点也挺重要，就一家人的共同成长，它不仅仅是精神层面的，也包括这种生理层面的、身体层面的，就是这个部分。你比如说，你以前很喜欢你先生身上有肌肉那种感觉，那么你有什么办法能够尝试让它继续保持？我觉得就是你把那个好的部分尝试用一些方法保留下来。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你要说出你的这个需求，对，就是说你要表达，你要表达出来说，你看你现在就。那个你又用这种方法说，你不是应该说
老公，你知道吗？你以前那个，我特别喜欢你那个胸肌。对，就类似这样。我不太会说这种话。天哪，每次都以这种吵架的方式。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男人可以脸不红心不跳的就把这话说出口，女的不好意思，对，女的不好意思提，就好像觉得，而且有的时候我觉得，女的过于就是一头扎在孩子这个事儿上，她也慢慢的从一个女人变成一个纯妈，对，就妈含量太高，以至于她也确实是没有性吸引力了，对，就是不是吸引力，就是她自己的这一块的需求，她不想吸引别人了，我觉得这个也是我和依兰，其实当时我们说能不能专门聊一期关于这个性这一块的，然后我觉得今天这一期就可以顺便一起说一说，是的，因为这个需求得有。然后得要，然后得满足，没错，就是你不能忽略它，因为它也会造成很多问题的。很有可能啊，如果我们从某一个角度来解读，它就是很多问题的元凶，就是我们很多女性很多的这种抱怨呀，然后这种焦虑啊、压力，有的时候真的就是你自己想一想，是不是来源于那个部分没有完全被满足？当然，咱也不说是要超出，但至少你自己要觉得说这个部分我是有办法去满足的，不一定你只用伴侣，对吧？你可以自己来解决，你也可以在那个爽文里面去重新体验。没错呀，我觉得这一块我们是被压抑最狠的。就是女性，我希望我们年轻一代00后什么的会好很多，但我们这一块包括对自己身体的了解，探索话题，这个东西我觉得都是非常非常欠缺。而且我也发现有一点，我自己也经历过，就是因为我2个孩子都是剖腹产嘛，然后肚皮上肯定你这有什么妊娠纹呐、伤口啊、伤疤呀，然后包括你自己什么会特别容易胀气呀，然后不舒服的时间比较长。非常多这些事情，然后有一段时间我还是挺就是没那么喜欢自己身体了，然后包括你对这个生孩子这件事情的恐惧，你也会拒绝，就是那种，你包括甚至那些顺产的，你更不对，那更是说了，是吧？对，它还会有一些漏尿啊，对，还有有点松弛啊，还有这个骨盆有时候受伤了以后，对，也会受很大的影响，变形啊什么的，然后。我觉得可能就是那种自我的厌恶和对生育的这种恐惧，就不是说生完孩子你就不害怕了，其实你仍然还是害怕再生孩子之类的，然后就会阻碍你在那个性方面的满足，就是很大的问题，那个时候就说，你生完孩子以后开始母乳喂养了，然后你的乳房就从性器官变成了另外一种工具，对，然后它就没有这个。性器官的能力了，而且有时候会有意无意的有那种就是羞耻感，就是你觉得这是孩子用的，会有，对，我有时候会有就是这个现在是比较限制级的了，这集推荐大家晚上听。所以你看，因为我自认为我还是一个在这个方面还是比较正常，没有被满足那种感觉的女性哈，但是那种就是你刚才说这种自我厌恶，然后包括生育带来的那种。解嗨，对那种什么那种羞耻感，其实全都会有，然后它就会影响你在亲密关系方面的很多的问题。首先，我就想说，如果你在那个自我厌恶的时期，你也不要说马上就不厌恶，我就是厌恶，我得先接受这件事儿要度过去。对，只是说你对自己的评价可能跟你伴侣对你的评价并不一样，人家可能也没有那么在意这件事情，不妨大家去聊一下。我有一个建议，就是我觉得在这个时期，我们可以先自己试试啊。对，然后就是说，如果你这个时候你比较排斥，那你也不用刻意，那么你就先自己试试，用很多方法。我觉得也是一个探索的完全不用觉得什么 shame， 就是不好意思啊，或者是觉得我这样做是不是不对啊，根本不用。没有，其实 DIY 是一个很健康的一个行为，非常健康。而且呢，DIY 我觉得很多女生还从来没做过哦，而且尤其是对女性就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真没有任何问题，就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是的，真的是的。而且这个 DIY 咱们也是了解自己的一个方式，如果要是说真的，你对这种现实中的异性产生一些
我觉得一个成熟理智的人，其实他是知道怎么处理的，就是还是要分辨一下，要分辨一下到底是哪个部分让你觉得需求就不满足。就是如果说是那种纯粹动物冲动的话，我真觉得要想一想，因为有的时候后面的那些麻烦事儿。更会让你很反胃的。是的，当然我没有经历过，我只是看过那个电视剧，我可以想象，真的，因为咱们都是成熟人士啊，不像那种小年轻儿，你可以想象他有很多ugly 的事情等在后面，对，是吧？就是咱也没这个必要。而且之前特别有意思，我记得我们那天谈到一个什么，就是说不是很多人会有中年危机嘛，尤其是很多男性会以这个为借口，然后去出轨啊什么的。然后我老公就说什么中年危机，我看你那是青春期复发。我觉得就是还是欲求不满，就是很多人可能他在青春时代没有满足，20-30岁，就是他没有经历过太多的这种情感经历，就是这是在情感角度的嘛哈。你还且不说那个生理冲动，就是说大家可能还是在情感经历上有点欠缺，对，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方法就是男女都适用。所以你要是比如说看到说你老公在看一些什么小文章小片啊，就大可不必上纲上线。这个我觉得是我最不理解的一个事儿。我觉得这有什么好生气的呀？我不理解耶，就各有各的解决方案。就是啊，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的解决方案。其实，因为我们作为成年人来说，总之我不反对，你们甚至可以一起看，我推荐，对不对？然后大家一起看，我觉得很增进感情呀，非常好。我在这儿说，比如说我们不反对我们的这个伴侣他去看一些东西，或者他去欣赏一些异性，但实际上并不是说不反对你在婚内去破坏这个情感，或者是去出轨。因为我一开始认为我是一个非常大度宽容的女性，后来有一天我做了一个梦里就梦见我老公就找了一个小三儿，然后呢我在梦里非常理智冷静，我说就是咱们要维护我们的家庭是吧，我们要有孩子，然后那个我说你要跟他谈恋爱也没关系，你去谈，但是咱不要离婚。然后在梦里我老公就死活要跟那个小三结婚，就是没说的就必须要结婚，然后什么的，然后在梦里就特别生气，然后还压抑着那种愤怒，还试图理性的跟他谈。天哪！然后后来我就醒了以后我就跟我老公说我太生气了。然后我跟他讲了这个梦，然后我说我不同意，我发现了，我不能容忍。所以我说，就是我对于开放婚姻我是持个保留态度，因为我觉得人啊，他的本性有些东西你不能够去颠覆它。这个独占欲，我反正是有，我不管别人。我以为我没有，但其实我有，我肯定有，我100%有，因为我也做过这种梦。然后梦见就开始写就哭，我是伤心，我就伤心欲绝，然后醒了就把我老公打一顿。对，就是你为什么要这样？然后他莫名其妙怎么了？这是或者做梦了。但是梦里面他能够让你展现出你挺真实的，对，挺真实的。其实所以说我们其实说这个话题呢，并不是说鼓励出轨，也不是说不承认婚姻的忠诚度，相反，我们正是在非常承认这件事情的前提下，所以才想尽办法要去满足这一块嘛，没错，对不对？但是你不能否认说这一块不存在，它还是有的。对，但我们又知道我们不能迈过那条线，因为这个确实是又伤害别人又伤害自己。对，就是你既然选择了婚姻，你就要去遵循婚姻中的规则。你既然真的爱上了别人，那么你就要去承担真实的产生的代价。但是我不能游走在中间，我解决的其实可能是我的肌肤饥渴，或者是我的性冲动，但是我以破坏婚姻为代价，我觉得就太不值了。你不能啥都想要。我就最鄙视就这一类男的，就是他又想这一类男的外面彩旗飘飘，家里红旗不倒，就这种人我觉得是no。但是能做到这一点的，就是做出这种事情的女性，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少的啊，就很少。是他们一般要么就是直接离婚了，就找真爱去了。对，这种比较多。我觉得在这个对自己身体的探索啊，对这个性方面的探索啊，还有这个解放的程度，还有这种享受的程度，我觉得对于女性来说是比较欠缺，就是至少我国女性吧，没错，就到目前来说还是属于一个比较羞耻的话题。其实我现在看到很多年轻女孩，我就觉得挺棒的。那天我有一个小同事，
然后他其实还是30出头嘛，没结婚。然后他说，哎，我听了你们的节目，我特别喜欢。他说我今天去健身房，我里面就没有穿内衣，就是能露点那种，但是我根本不在乎，我就想这样去解放我的身体，我觉得就很酷。他完全知道他可能会面对什么或者之类的，但是他也很清楚自己的需求。然后他的需求已经战胜了他的羞耻心，然后他的强大已经让他能够直面这个世界可能有对他的一些挑剔恶意。对，哎，我觉得你说的总结的很到位，就是我看到这些年轻女性能够这么恣意的生活，我觉得就挺棒的。所以说你再回来看，比如说今天有很多中年的女性，她说啊，我要健身啊，我要什么医美啊，然后我要怎么样这些好看，就大可不必去炸着她，就说哦，你服美役了，哎，或者说你到这个年纪，你还希望能够就让异性去注意，其实我觉得根本不是，很多时候我们需要自己再更喜欢自己。我不能保持我自己内部的荷尔蒙流动吗？我当然我有这个需求呀，对不对？我觉得尤其是我们40岁往上的，就是中年妇女、已婚的、已育的，我在这一块就是被忽略的太多了。就我们基本已经被剥夺掉了性别的符号，就变成了一个社会角色、一个家庭角色，工具人，就是工具的一种，就是我们对性这一块，我们的需求也好，或者是我们要在自己身上安上这个符号的这种愿望也好，是被忽略的。相比之下，年轻女性她们可能能够有更好的，因为我们这一块，你看，比如说像《昼颜》这个剧，我觉得它比较欠缺的一个点，就是它最后又落回到道德审判上。就我觉得。比如说我们今天聊的内容，我觉得就是超越这个道德这一块，就不是说什么你应不应该，你对婚姻保持这个忠诚度，你跟你的丈夫什么，这两件事儿，这个不是一回事，对，不是一回事，不是一回事。而且也并不代表说我们承认我们有这块需要，就是我明天就要出轨了，对。不是这回事。而且就是那个有一种说法也特别有意思嘛，就是说所谓这种肌肤饥渴啊，因为这个是真实存在的嘛，所以比如说你去什么剪头发、做按摩，然后你去什么锻炼什么等等，就是很多所有这些女性特别迷恋的这些项目、服务项目，很多时候其实它真的就是帮你去解决你的肌肤饥渴问题。哎，这里很好的思路啊。是啊，挺好的，不要怕花钱，对吧？该解决就去解决。没错没错，找一个你看得顺眼的托尼。还能提供一点情绪价值。就有的时候它这不一定是男女问题，就是你跟任何这种哪怕你比如抱小动物、宠物一样的，就是大家需要这样的东西。是的，你就去释放它。我自己感觉比较明显的呢，就是我隔一段时间，我真的就要看一点这种恋爱剧，或者是我喜欢看漫画嘛，然后就是从那个漫画里面，或者是那个剧里面，你能够就是间接的去体验的时候，我就很明显的能感觉到有一块变得充盈。对，就是我那个东西又分泌出来了。对，然后嘴里会泛满口水。对对，哎，这对刺激你的整体那个循环，我觉得很好呀，对呀，真的很好，这就很好。哎呀，原来磕 CP 这么健康啊！磕 CP 还有追星，还有追星。哎，追星我们可以专门聊一下。是的，我觉得追星这个事情也是一样，就是不要去嘲讽这个，我觉得它是一个健康的情感寄托的一个很好的方式。是的，就他们现在不是好多那种妈妈粉，女友粉啊，这些都有，我觉得都没问题，真的都没问题。它只要不影响别人。哎，前一阵我还挺喜欢看，只要不变成私生粉。对，那个古装，那个古装剧叫什么来着？杨紫演的，然后他有和3个男主角叫长。哎呀，我想不起来了，没事，那个大家肯定知道那个剧。然后那个我就看得很爽，因为杨紫本来就是她可能样子啊什么就相对比较普通的一个女生嘛，我们看起来，然后有3个就真的是。特别极品，然后性格又完全不一样的男主都好喜欢他，我们就喜欢看这种套路啦，真的，流星花园就很好呀。所以不要觉得自己说啊，我都这么精英女性，这么强大，还这么无脑吗？哎，对，你的恋爱脑是需要被满足的，恋爱脑就应该是无的，就应该是低质的，要不然的话就没劲了，你知道吗？恋爱脑就应该是特别傻，然后呢又特别就是原始，就才有意思。哎呀，所以你看，我们有的时候就应该激活一下这个脑。说对了，它对你的内分泌很有好处，非常有好处。这可是妇科医生说的哟，不是我们自己编出来的。就是你这一块荷尔蒙的调动、分泌，还有包括你 DIY 这些东西都能够促进，让你能够延缓衰老。对，
就是为什么说有的女的她未婚未育，然后她看起来很年轻，其实秘诀不在于未婚未育，而在于她一直谈恋爱这个事儿。就是，所以现在没结婚的年轻的朋友们，如果在听我们节目的话，多谈，尽情的享受恋爱，多谈恋爱。对，因为以后你只能在爽文里面享受了。哦天哪！当然，就我们是有点开玩笑的成分在里面，因为当你和一个人结成了一个稳固的亲密关系的时候，他带给你又有另一种满足感。哎，刚才说到这件事情，我突然反省到哈，为什么有些丈夫会觉得说，有了孩子以后他被忽略，因为妈妈的肌肤饥渴跟孩子之间有大量的满足，然后有的时候你真的会忽略那个会的没有孩子那么可爱的那个异性，尤其生了孩子后变得更不可爱。哎呀，对，然后人家不说男性花期很短吗？对，所以说起来，我还是要那个找补一句啊，就是其实你在婚内生活里面最好去解决这个问题的还是你的那个伴侣。与其我们去寻找其他的方案，不如你也分一点时间和精力给他，不管是你们这种亲密的对谈，你们日常一些有仪式感的这种肢体接触，然后包括你们彼此之间保留一点神秘感和那种小拉丝儿哈，我觉得还是挺有必要的。是的，听我们节目的妈妈们，今晚上吃饭的时候坐他腿上啊。搂着脖子吃，因为我觉得真的有的时候吓坏了。老公说你有什么事儿吗？你直说，你有什么要求你直接提。说太对了，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生了孩子之后，身体的变化加上孩子那种大面积的需求，我们真的会把老公塞到角落里。对，然后他也是人啊，他有他要需要满足的地方。是，所以我觉得我们就是正视这个需求存在，然后彼此之间想办法去满足一下。哎呀，我那天在小红书某些博主身上真是学到了好多招呢。他讲的就是说，你建立亲密关系、稳固亲密关系以后，怎么样还能保持一些新鲜感？哎，有些招数姐妹们不妨也去试试看。是，虽然像是老生常谈，说什么婚姻中如何保持新鲜感，但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我们是为了满足我们自己。你说对了，不是为了维持这个关系，而是说，当你自己充盈的时候，这个关系自然它也就对健康起来。是的，哎呀，这些方法都好实用呀。怎么下次我们开一个小群，然后或者可以进群聊，够不了？对，进群来，然后我们大家可以交流一下，就可以无所顾忌。对。那么这一期呢，谈的这个话题是比较游走在这个对踩线边缘，踩线边缘啊，就是试探，疯狂试探。你们有什么想法呢？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们。对，然后如果你们想再深入一点聊这个话题，我们也愿意，然后也可以再开一期。好的，然后更具体聊一聊我们这一块的身体上的需求。其实我还挺想去聊那个，就是女性在不同时期身体变化的，很好很好。就至少到42岁以前，我们还是有点经验的，我觉得可以交流。是的，是的。然后也可以去询问一些专家，对，就是关于我们女性的身体变化，我们怎么保护自己，怎么满足自己等等。对，我很喜欢这个话题。好的，好的，我也喜欢。好，那就这样吧。好，拜拜。就到这里，拜拜。